你知道的，这段关系我没有说结束的权利。我们玩一个浪子与乖乖女的游戏，谁先动心，这就算输。结婚？我要结婚，我本人怎么不知道？送个戒指就是要结婚，那我们爵哥重婚罪都不知道犯几重了。真不是，我还以为你家宝贝终于忍不住逼婚了。他不会，他很乖。讲真，我还真以为你会哪天一不吭声领本结婚证回来。渣男。不会，玩玩而已。抱歉，我来迟了，我等会儿自罚3杯。过来。什么时候来的？你说玩玩的时候。生气了？只是叙述事实。太甜。6点，明天让人给你送庄园新空运来的那批阳光玫瑰。秦小姐今日这一身很漂亮，不过日常接触尸体可以穿成这样。我休假，我不知道许少原来期待我穿工作服见你。跟死人打交道总归晦气，你都有爵爷了，何必继续做这种工作？生死都是人生大事，若按许少的想法，入殓师都不入流，等你入关那一天是不需要走这一遭。我去下洗手间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对他指手画脚？网球来吗？我输了。我以为你不会认输。输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那你可就欠我一个赌注了。愿赌服输。找现场一位异性热吻1分钟。秦小姐，帮帮忙。算请求吗？算，是我在请求你。惩罚好像不是1分钟，是5分钟。3号和5号指定为1周临时情侣。什么垃圾游戏？好，拜拜。明天见，女朋友。我和林觉一开始就是各取所需，
这场恋爱注定分手。我从未将林觉当作人生的终点。喜欢戒指？陶小姐，您试试这款戒指合不合适？不是给他的。它的主人还未回国，包起来吧。那你为什么不戴戒指？是不喜欢，你知道的，我工作不方便，除了特殊情况我都不会戴的。什么特殊情况？婚戒吧。向我催婚？恋爱不好吗？你乖一点。好。小朋友，你今年真的是25岁，而不是15岁吗？真绝气！回来啦？您还没休息？晚饭吃到一半，急匆匆把你叫出去，我可不得盯着他把你送回家。你和林觉真的没可能？小姨，陶望尘要回来了。学爷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下好了，也不用选人了，爵爷您直接报唐薇呗。露水情缘也是情缘，总比拆现场的小情侣好。唐大明星戴的项链是2年前星光拍卖会上压轴的那条梵月，不愧是爵爷的眼光，确实很漂亮。您看错了，这不是梵月。那什么，我今天拉肚子，在厕所泡了一天，身上味道不怎么好，我还是算了。不过是抱一下，你怕什么？放心吧，秦小姐不至于连这点醋都要吃。爵爷什么身份？难道连抱个女人他都忍不得？秦小姐，大家都等着呢，到现在你都不肯说句话吗？啊，原来需要我说什么吗？抽中惩罚的不是我，为林觉选定对象的也不是我，原来我还有决定权啊！男朋友，你说呢？谁说我要接受惩罚了？看不懂吗？你们秦小姐无所谓，但爵爷可舍不得让他家大宝贝吃白醋。20杯，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这种机会给林爵灌酒的。宝贝，你男朋友今天要被坑惨了，晚上能补偿我吗？小可怜。您请。等一下。哇，
我靠！抱歉了，各位的酒就自己享用吧。要是我没有拒绝惩罚，这张牌也会被用到我身上。当然，受罚的可怜鬼不会有奖励，只有手难得的乖宝宝才会得到眷顾。我去下洗手间。说是不玩真的，却把人护得跟宝贝似的。你是打算捧着他日后跟未来的林太太打擂台？哪儿来的林太太？外界传闻林家有意选陶家联姻，陶家人还特意要将国外治病的陶望西接回国，不是为了准备和你订婚。你们什么时候听过我说结婚的话？伯父伯母未必没认真，我娶她或者不娶她，和秦书义没有任何关系。怎么没有？就你那态度，谁要嫁给你不着急？而且秦书义自己也不像是能当小情人的性子。在我们结束前，我不会结婚。那你们什么时候结束？这都快1年了，我的老天爷！我们爵爷什么时候谈过这么长的恋爱？哦，不对，忘记了，在这之前你可没正经谈过。你有病吧？你就嘴硬，你能拖着不结婚，人姑娘也能一直不结婚。像秦书义这种乖乖女，哪天说不定就听家里的相亲去了，到时候有你哭的。闭上你的破嘴！他很爱我，不结婚不生孩子，他都说可以。钟少，就是你们这些贱人勾引爵哥，害得望西伤心，你们都该死！咦，居然还没晕？你猜我要在这里反杀你，林爵是会送我进监狱，还是包庇我？抱歉，处理尸体习惯了。他死了。放心，坏人1000年。幸好。你的项链，介意我帮你看看吗？谢谢。没有伤到骨骼，但是等会儿还是要去医院做个仔细检查，脖子上也要敷点药。他怎么办？让该处理的人来处理。你帮我打给林爵，就说爵爷救命。宝贝，爵爷，救命！我去看看。怎么样？我情绪拿捏得到位吧？爵爷会来吗？会来的。其实梵月不是爵爷拍下来送我的，他是我自己拍的。当时我帮爵爷解决了一件麻烦，这是奖金。秦小姐，你知道陶望西吗？听说过，他确实是个很容易令人怜悯、卸下心防的人。可是，如果秦小姐日后要与他打交道，记住，永远不要相信他。他外貌太具欺骗性，绝对是个狠人。敢拿自己性命冒险的人，我都敬而远之。最近他要回国，你会成为他的眼中钉。我只能提醒你这些。谢谢。有没有受伤？没，是他的血。我操，死人了！所以我们现在成了同伙，接下来是埋尸。
我觉得那坨垃圾还可以救一救吧。想怎么处理钟明洲？法律范围内能让他受到的最大惩罚，另外给受害人足够补偿。钟家之后不能去找唐薇麻烦。可以。你对唐薇倒是上心。当然，毕竟他也是无辜被牵连的，不是吗？钟明洲是自己犯蠢，做到这个程度已经足够给教训了，不可能再牵连到其他人。但你再不高兴，我觉得很麻烦，很讨厌。以后不会再发生了。林先生，你才是罪魁祸首啊！我可没招惹别人。你说，发泄压力什么方式最好？找个男人睡一觉就好了呗。不是，姐。我耍了一个小心思，借口身体不舒服，拉着林觉陪我去医院一起做了个全面的身体检查，并且特意选了加急。那晚送完我到家后，林觉准备离开，我拉住了他的手，要留下吗？啊，这是难吃哭了。喂，沐晨，我想跟爵爷说几句话。喂，沐晨，我想跟爵爷说几句话。陶小姐，要找人说话可以打本人手机，这是常识。他不接电话，我听说你们在一起，抱歉，我有急事找他。在一起和一起睡有很大差别。算了，你说吧，回头我替你转告。我想亲自跟行了行了，我帮你跑一趟。你最好是有急事。别，我就是一跑腿的。钟明洲放出来吧，不怕里头那位生气？放出来不代表放过他。你可悠着点吧，小心那个杀人王。跟欲求不足的男人没什么好说的。谁啊？说什么？谢沐晨，他嫌他发慌当传声筒。陶望熙不想让钟明洲坐牢，我答应了。除了没能让他坐牢，这个惩罚对于钟明洲已经不算轻了。既然你已经决定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唐薇会很高兴的。宠成这样，还不是没进林家大门？是啊，我看所谓真爱的含金量，还不如陶小姐这个远在国外的小青梅。这么看不见秦小姐，怎么不敢在爵爷面前说？林浅，你胡说什么？这不是说的事实吗？你这么护着他，不也是冲着他爵爷女朋友的身份？聊什么呢？阿珏明天下午有事，今天要提前回去处理工作。我和谢沐晨跟他一起返程，你想回去还是在这玩？我跟你走。明天下午，陶望熙不是急告明天下午回去，是为接机做准备。怎么了？这是陶家送来的，还特意叮嘱你姨父把家里人头都带去。要说起来，你现在才是林觉的正牌女朋友，他就算占个青梅的位置，那也是小三儿。他这还没回国，就端着未来林夫人的架子，一副召见人的架势，真不要脸。我们不能不去吗？不太行，人家话已经说到那份上了，不去反而显得我们心虚。哼，去怎么不去？我倒是看看是谁见不得人，到时候我给你好好打扮，亮瞎他们的眼，让某些人知道什么叫自惭形秽。我也去，我帮你选礼服。我把我的压岁钱都拿出来给你买首饰。气死我了！什么破新闻啊！你看这是什么？我是自己想来，但想你开心也是真的呀。那谁都跟人你侬我侬上新闻了，凭什么姐你要乖乖等他分手啊？大家一起玩呗。你先把你的笑收收。有人来接吗？放心，司机一直在外面守着呢。
你会调酒？我之前兼职过调酒师。速度快点儿！你们男的哄人的时候一套一套的，坏男人，坏男人，坏男人！姐，你不要嫁人啊！我们说好的要永远在一起。可恶！我以后好好赚钱，让凌绝给你当小三。姐，你喜欢他吗？喜欢。那你爱他吗？不爱。他是觉得被提分手没面子，还是自己太着急，应该等他说？你这么喝不行啊，要不叫你家乖宝宝来接你？哼。秦书义吗？凌绝在我这儿喝了一晚上，死活不肯走，你过来接他一下呗。而且你把陈哲夫还有你才求婚。我操！你醒着啊！秦小姐，这……为什么要喝这么多酒？秦书义，你这么喜欢我的脸？是啊，沈宁，我喜欢你的脸。爱不爱我？喜欢呀，喜欢你。秦书义，既然喜欢，为什么要说分手？只是询问。如果我和陶望熙没有关系，如果我要和你结婚，等会儿司车会送你回去，让外人留宿。房子未来的女主人会不高兴，不让人进来不是更好？另外，这边建议是您直接把房子卖掉呀。牙尖嘴利，怎么不装乖了？你有病。挺有脾气。吃饭。不吃。聊一聊。陶望熙回国了，你已经见过他。你们的事儿准备要提上日程了吗？我没有说要跟他结婚。不是他，其他人也可以。林家和戚家都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你可以正式考虑一下了。你调查他？你认过输，结果呢？不必。我不喜欢超脱掌控的事物。既然如此，3天后陶家的接风宴，你去一趟吧。书义，你和凌绝的事到底怎么样了？我提过，他没应，可能要等他开口吧。秦小姐，好久不见，蒋叔蒋姨也在啊。今天这场可是鸿门宴，做好准备了吗？
陶望西暗戳戳膈应你、挑拨你和灵爵的小动作不会少，你可别上当。两个人的关系若能被外人重伤，那一定是其中一方先给外人递了刀。决裂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别笑了，很丑。瞪我有什么用呢？你当灵爵真是以往那些任你摆布的蠢货？男人的风流而已，是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强作正宫的模样有点可笑。那你呢？谢慕辰又是什么好人？他以前喜欢的可都是些清纯柔弱的小白花，上一个叫什么许言，还是赵岩，真不巧，每一个都是你的反面。巧了，他也不是我的菜，我俩明码标价，互惠互利。他喜欢我对谢氏有增益，我图他能帮我拿下赵家。我不像某些人，亦要又要，权势富贵不愿意明目张胆喜欢，高洁与世无争的好人名声也想争取。你玩得明白吗？来这里怎么不告诉我？你也没问。秦书意，你别气我。林书意，我就说你对我动手成了习惯。你欠打。我们就像以前一样不好吗？你乖一点。可是林爵，我不想玩了。我也说，结束要由我来说。姐，你们说什么了？谈了痛心。怎么了你这是？你家乖宝宝吃陶望西的醋，跟你闹了？我早说了，爱情是危险游戏，一不小心就引火烧身。何况喜欢一个人是不可能容忍他身边有其他人的。就算你和陶望西现在没什么，可他就是客观存在着。秦书一多尴尬。你觉得秦书一喜欢我？是别人送的。哇，这是定制款吧？我知道，这是之前爵爷娶走的那枚。秦小姐，爵爷有给你送过戒指吗？怎么定制戒是给了望西呢？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是不是问到你伤心事了？算了算了，爵哥做什么，我们怎么能猜到？想不明白就别想了。人呀，贵有自知之明。没有，我不是在想这个。不说这枚戒指究竟有没有什么特殊含义，没有便罢了。要是真有，收到一个有女朋友的男人送的戒指，是什么能够拿来炫耀、值得炫耀的事情呢？你什么意思？你骂望西是小三？人怎么能蠢成这样？没有，我只是就事论事，不针对任何人。况且，难道你们真的喜欢收有女友的男人的戒指吗？不知道啊，反正我们老实人不这么玩。你们聊什么呢？说如果收到了一个名草有主的男人送的戒指，该不该把它当谈资？一个有女朋友了还送这么暧昧的礼物，另一个不藏着掖着还到处说，这什么渣男贱女？大家说笑了，就是个普通首饰而已，没有想的那么复杂。对啊对啊，一个小礼物罢了，有些人敏感肌吧。反正正话反话都被你们说了呗。啊，说的也是，千错万错都是惹出这桩事的男人的错。昭昭，能麻烦你去叫一下灵爵吗？你叫爵爷干什么？没必要吧？爵爷怎么可能就是说笑几句吧？正是不笃定灵爵会随便站在他那边，他哪来的底气？好了，散了吧。外人不知情瞎猜测，难道秦小姐也对爵爷不相信吗？这枚戒指真没别的意思，正因为这样才要说清楚，不是吗？要不然他自己送出去的东西，却让我们在这里猜测来猜测去，算是花千言到如果跟灵爵谈一场，他却连女朋友的家人都护不住，那是灵爵无能。要是有人不怕打他的脸，大可以试试。昭昭，我去叫人。灵爵哥，你女朋友找你。他知道错了。他知不知道错我不知道，但灵爵哥你好像错了，因为你送了望西姐戒指，大家现在在骂你渣男。我去看看。身为林氏财团的掌权人，爵爷身边的各种流言揣测都不会少。秦小姐要每次都把他本人叫来为你做主吗？我只知道，所有的纠纷都该追根溯源，解决根本才是最高效的方法。灵爵一日是他的男朋友，他的桃花债为他添的堵，他就有义务自己解决。爵爷真来了！我就只能做一个完美无缺、没有情绪的傀儡吗？王熙，不要置气。无论灵爵有多少女人，最终也只会有一位妻子。你必须要嫁进去，陶家好了，你也会更好。放心，我会的。就算是一朵被轻污的花，也要种在众人仰望的最高的凌云之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看他俩笑，我身上毛毛的。毛什么？老实交代，几天没洗澡了？你嘴是不是隔了夜？
我靠，你真的很会骂，彼此彼此，没大没小，我是你哥。呸！你就大我1个月。蒋家人际关系简单，蒋叔四也不是性格恶劣的孩子，今后有蒋家做后盾，悠悠的未来我并不太担心，反而是舒逸，怎么就遇到他了呢？陶家想让舒逸明白他和林觉的差距，两人身世背景差太多，除非有一方愿意抽筋脱骨，否则根本走不下去。不是现在。好，快看，极品帅哥啊！那脸、那腰、那腿，绝了！不知道有没有女朋友？别想了，这种极品怎么可能单身？就是给他花钱，恐怕都能干，确实挺能干。给他花钱，他好像更习惯为女人移植万金。不过他怎么来了？单不单身，问问又不会少块肉，万一捡漏了呢？舒逸，你去问问呗。为什么是我？你好看，好吧，我们怂。要是你能要到联系方式，今天说的那个出差的项目我帮你接了，坐上他那辆豪车，我包1个月午餐，抱一下，我当3个月活体招财猫。以后公司进来一个人，喵一声，我也来，亲一口，1年的活我都帮你干。我就只能做一个完美无缺、没有情绪的傀儡吗？王熙，不要置气，无论凌绝有多少女人，最终也只会有一位妻子，你必须要嫁进去。陶家好了，你也会更好。放心，我会的。就算是一朵被轻污的花，也要种在众人仰望的最高的凌云之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看他俩笑，我身上毛毛的。毛什么？老实交代，几天没洗澡了？你嘴是不是隔了夜？我靠，你真的很会骂，彼此彼此，没大没小，我是你哥。呸！你就大我1个月。蒋家人际关系简单，蒋叔四也不是性格恶劣的孩子，今后有蒋家做后盾，悠悠的未来我并不太担心，反而是舒逸，怎么就遇到他了呢？陶家想让舒逸明白他和林觉的差距，两人身世背景差太多，除非有一方愿意抽筋脱骨，否则根本走不下去。不是现在。好，快看，极品帅哥啊！那脸、那腰、那腿，绝了！不知道有没有女朋友？别想了，这种极品怎么可能单身？就是给他花钱，恐怕都能干，确实挺能干。给他花钱，他好像更习惯为女人移植万金。不过他怎么来了？单不单身，问问又不会少块肉，万一捡漏了呢？舒逸，你去问问呗。为什么是我？你好看，好吧，我们怂。要是你能要到联系方式，今天说的那个出差的项目我帮你接了，坐上他那辆豪车，我包1个月午餐，抱一下，我当3个月活体招财猫。以后公司进来一个人，喵一声，我也来，亲一口，1年的活我都帮你干。哎，舒逸，那是不是你男朋友？爵哥，怎么了？舒逸，你要跟上去问问吗？刚刚他可能没看见你吧？一起吃饭其实也代表不了什么，说不定是公事，或者有其他原因呢。回头说清楚。林觉和他就是玩一玩，陶望熙才是他正经对待的人。说到底，他对林觉并没有约束力。没关系，我们先吃饭吧。我就不去。我去。什么呀？哎，我又不是爵哥女朋友。别说了，现在不是，以后可不一定。爵爷，天亮了。两个人的恋爱游戏，只有一个人投入并不好玩。我凌绝从未输过，却在秦书逸这里惨败，及时止损。好。爵哥，秦小姐问您留在她那边的东西还要不要？他给你发消息了。他倒是迫不及待。那我该怎么回复秦小姐呢？
随他处理。有什么一次性说完。那秦小姐的分手费还是按照老规矩吗？不给。1分钱都不给？秦小姐可真倒霉啊！那天价分手费就这么飞了。他就这么不想跟我说话，分手还没24小时就急着把我清理出去。罢了，不过是防止他回头找我谈分手费找到别人身上。这日子真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，跟火山爆发有什么区别？李特助，你就不能去找秦小姐来灭灭火吗？分手了。分了？不要啊！别动歪脑筋了，多干活少出错，爵爷不是会无事生非挑刺的人。外面有人孔雀开屏呢，要不要看一眼？还是看看吧，虽然是前女友，但人家有新桃花了，你这个前男友也放心不是？连做本职工作时都能3心2意，这样的男人能有什么靠谱？我可没说他不靠谱啊！你这酸气都快溢出包厢了。哥不错，确实有点才华，长得也可以，浪漫加分。你们是劳保吗？那也比卖醋的好。分手的意思你不会不懂吧？终止关系，切断往来。今天只是一个追求者，今后他身边还会出现名正言顺的男朋友、老公、孩子的父亲。你不娶她，他的人生也不会因此停滞。阿珏，你要习惯。跟我无关。你好，这是一位先生让我交给您的。哇，他还挺会的嘛。花招太多了，谁知道撩过多少女孩子？舒玉姐要喜欢玩音乐的，回头我给你介绍我们学校音乐系的帅哥，保证干净又纯真。有多少帅？比那位怎么样？话说回来，姐，你当初和那谁谈恋爱，不会就是看上他的脸吧？真巧啊！我帮你们搭把手吧，看你们3个醉成这样，不好弄。不是都分手了吗？别闹，你打不过他。把人带去医院吧，酒吧的工资会和今晚的赔偿一起结算，以后就不用来了。别作死了，人家我们惹不起。你为什么不联系我？你为什么不来问我？我和别的女人过夜的事，你为什么不来问我？你好狠的心啊！放手！不放，你是我的，勾引你的贱人都该去死。宝宝，我才是你的男朋友。没有男朋友，我是单身，我要找男朋友。滚！不准碰他！放心，送他们回去吧。谁能想到爵爷居然是个舔狗啊！刚才内幕没拍到，太亏了。真巧啊！我帮你们搭把手吧，看你们3个醉成这样，不好弄。不是都分手了吗？别闹，你打不过他。把人带去医院吧，
酒吧的工资会和今晚的赔偿一起结算，以后就不用来了。别作死了，人家我们惹不起。你为什么不联系我？你为什么不来问我？我和别的女人过夜的事，你为什么不来问我？你好狠的心啊！放手！不放，你是我的，勾引你的贱人都该去死。宝宝，我才是你的男朋友。没有男朋友，我是单身，我要找男朋友。滚，不准碰他！放心，送他们回去吧。谁能想到爵爷居然是个舔狗啊！刚才内幕没拍到，太亏了。知道了。知道了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船长，我没有交往新的人，你可以留在这。凌绝，同样的游戏不适合再玩第二。只要我想，没有什么不可以。我不想。为什么？腻了。帮我把清茶路的公寓过户给秦书意。是给秦小姐吗？可她好像已经离开帝都了。你说什么？知道了。知道了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船长，我没有交往新的人，你可以留在这。凌绝，同样的游戏不适合再玩第二。只要我想，没有什么不可以。我不想。为什么？腻了。帮我把清茶路的公寓过户给秦书意。是给秦小姐吗？可她好像已经离开帝都了。你说什么？爸妈，妈妈，好想你们啊！都说过几天我们就去帝都看你，怎么还多跑一趟？想早点见到你们嘛。就只想你妈？也想爸爸。回家，今天给我们乖宝做大餐。妈，你们这一次回来能待多久？能待1个多月。等下次回来，我们就再也不出去了。我要吃糖醋排骨、啤酒鸭、蒜香茄子，还有水煮鱼。好，好，好，都给你做。银耳莲子羹喝不喝？你不是早惦记着这一口？喝。等会儿我和你爸一起去买菜。我也去，菜市场好久没逛过了。谁啊，大清早的？您是？我是林觉，秦书意呢？不在啊，他回家去了。
完了，他怎么在这儿？爵爷，您在这里是等我姐？秦书义不在蒋家，会回来吗？爵爷，书义姐她喜欢明明确确的表达，坦荡热烈的喜欢。还有，我们家是不让女孩去交换礼仪，也不准给人当没名分的外室。爸，在看什么呢？小区停了辆陌生的车。你都多久没回来了？不认识也是正常的。行了，我看你就是职业病。小区里面能有什么问题？谁家坏人开豪车踩点儿？怎么会联想到那人身上呢？这个点，他应该正抱着美人安睡吧？爱和忠贞本来就该同时拥有，我想要的从来都是唯一。哎呦，这是秦家那小闺女吧？好久没见你了，出落的可真漂亮啊！怎么样？现在在哪上班？工资多少啊？有男朋友了吗？书义啊，不是我说，女孩子家的，可千万别仗着长得好就虚荣心强。那些有钱人家心气高着呢。这车我听我儿子说好几千万，你没见过吧？可别碰坏了。我听说你们家在帝都给你买房了，那正好呀，我们家大壮也在帝都工作呢，今年进了凌氏集团。你俩小时候不是玩得很好，改天叙叙旧啊。不了，我爸说不能嫁爱哭爱喊妈的男人，我俩不合适。哎呀，我尿急，不跟您说了，我先走了啊，王阿姨，拜拜。哎，你给我回来！你做不做得起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他就是想拿这车砸着玩都没问题。关你什么事啊？还给他砸着玩？这车是你的吗？说什么大话！妈耶，还真是他的啊！哎呀，我尿急，等会儿还要出门买菜呢，不跟你说了。还算聪明，知道不因外人的千眉扎线。分手对他是真的一点影响都没有，现在记忆里辗转反侧的只有自己。来都来了，去 S 市分公司巡查一圈，总得为自己的反常找个出处。又是说秦书义没礼貌，又怪那个有钱男人太吓人。你见到秦书义了？是啊，几年不见，还是跟小时候一样滑不溜手。太好了，我去请他参加同学会。请什么请啊！我跟人说过了，他不去。我跟你说，我早上还见他扒人家的豪车看呢，那姑娘心气儿高着。能开得起那种车的人，生活离他们普通人远着呢。要看上早看上了，哪轮得到他？要说适合过日子的，还得是我这种小有成就的成功人士。而且我俩还青梅竹马呢。要不别去了，万一他又拒绝第二遍，多没脸。老板，开得起那车的老板都得多大年纪了？我跟老头，他还不知道选谁吗？不是，我是不是忘记说了？那车主不是老头啊，挺帅一小伙子，比电视上的男明星还带劲呢。书义，老同学聚会在恒星大饭店，我来请你过去，费用我全包。不去。不去？为什么？你是不是没听清楚？那是恒星大饭店，全市最贵的地方，预约都不一定能订到位子，而且费用我全包，都不用你们分摊的。你不是在休假吗？而且我都跟大家说你会去了，他们好多人都等着你呢。就一顿饭的功夫，波台湖走哪袋，你吃完我就送你回来。老同学都这么期待你，你也不忍心让他们失望吧？能怎么办呢？谁答应的谁解释呗。你又没提前问我，没空我也没办法。就不能改时间吗？你干什么去？相亲。相亲？怎么就去相亲呢？书义，你这么好的条件，相什么亲啊？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知根知底的还是更好，你说呢？是没错，但我家主要是有条规矩比较难满足。我们家卡颜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来相亲。你来海城相亲？你可以，我为什么不行？不过我也没想到别人介绍的对象会是你。就这么想结婚？我们才分手多久，就迫不及待来相亲了？林先生，你说话之前还记不记得上一秒自己说了什么？你不也是来相亲的吗？要说迫不及待，还得是你厉害，毕竟恋爱期间就物色好了自己未来的联姻对象，不是吗？哦，对了，还有前2天那个穿旗袍的新欢，
谁也比不上他吧？我没有和陶望熙订婚。相信，所以你这不是来相亲了吗？不过你可能搞错了，我约的对象不是你。约我的人说的就是揽月间，这里是我定的。那不正好？反正你和我各自的相亲对象都没来，就当演练一下了。秦书义，如果要和别人相亲，为什么不先试试我？你知道相亲的目的是什么吗？婚姻我也不是不能给你。林觉，和我结婚是施舍吗？婚姻是两个相爱的人一起做好了决定，并肩走入一段稳固的关系，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意。林觉，如果和我结婚是一件令你为难的事，那就不是对的事。相亲对象错误就该及时止损。林觉，不要再反复说再见了。你在用你的价值观审判我。秦书义，我为什么不能是为自己的选择做好了准备？你不能因为预设的答案否定我。你别这样。秦书义，今天的相遇就是天意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我至少一起吃完这顿饭。你那位相亲对象迟到这么久，看来是不会来了。一个不守时的男人，你觉得有值得等的价值？想吃什么？松手！不松，你就不怕你约的人等会儿进来撞见？看见就看见了。林觉，你真无耻。这点你不是早就知道了？再动我不介意，让等会儿进门的人看看别的表演。这就怕了，我比较期待你继续反抗。你喜欢的松鼠桂鱼点一份，樱桃肉。最近螃蟹不错，要不要吃？怎么了？放心，不是他。我进门前对方就跟我说了要取消相亲了，应该是服务员。我没打算相亲，别人也不会进来。我跟餐厅的人打过招呼了。你放我下去。这样就看不见了。进来。胆子这么小，知道这叫什么吗？掩耳盗铃。跟我一起吃饭，难道是做什么亏心事吗？是有点见不得人。你知道我住哪儿吗？山一豪庭。分开之后就该天高地远，再无交集。他为什么一次次出现在我面前？林觉或许是有一点喜欢我，可那又如何？在一起和分手都是他说的，我不想再重蹈覆辙。秦书义，是我栽在这个世界的锚点，我不想玩玩而已。没有别的女人，也不会有未婚妻。我说重新开始不是开玩笑，这一次我们认真谈一场，走不走得到结婚，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。我不，那是我爸。趴下。现在的年轻人大庭广众的也太不注意了，以后我女婿可不能这么急躁。还好我女儿不在这儿。也不知道书义吃完饭没有，要不要我去接他？这么舍不得我离开，是想补上欠我那个吻吗？喂，你舅舅快走了，来见他最后一面吧。乖乖的，等着回去了，我再找你。不要开车，现在买最近的机票或者高铁。
我去机场。什么时候开始抽的？10几年了。凌绝呢？去海城了。胡闹！陶家最近生意受阻，是不是也不是他做的？明明之前定下陶望西他也不反对，现在又是为什么？一个定性，想起一出是一出，现在连亲舅舅出事都不在身边，你看他现在什么样子？凌沐风，意外是人不可能预知的，你自己都是刚到不久，又何必苛责阿珏？我哥多留他这些年，就算是我强求了，也许放手让他走，他会更开心吧。阿珏在与不在，都是他最疼的孩子，你不要在他面前骂他，你好好跟儿子道个歉吧。要说凌绝最亲近的人，不是父母，而是舅舅戚婉婷。他自小被戚家收养，性格温柔豁达，是凌绝童年异父异母的存在。可惜一场车祸，让他成了植物人，一睡就是20年。医生说就是这2天的事儿了。死亡对他来说是解脱。没关系，我们曼君做什么都可以。去陪陪你妈吧，她需要你。书意，有一个客户指定要你接手，你想去吗？秦书意小姐，阿珏从没带你回过老宅，我想他应该也是清楚你们俩并不合适的。阶级的避当从来都是存在的，外来者不容易被接纳。林先生，我和凌绝已经分手了，您的阶级论适合说给他的下一任听。但他为你追到了海城，这并不寻常。我觉得你已经影响到他的正常判断了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主动和他划清界限。阿珏不是会对女人穷追不舍的性子。凌绝27岁，不是17岁，他有自己正常的智商和行动能力。你好像把他按照您的指示去恋爱结婚，我觉得您需要的是一场父子间的谈话，而不是打发一个前女友的。我不会像望西那小丫头一样，只是放放狠话。你的父母或许承受不了你纠缠的后果。一言不合就拿家人威胁，这是林总的作风吗？我看你才是冥顽不灵，在该对他好的年纪没有对他好过，偏偏等他有自己的喜好后，却打着为他好的旗号来伤害他喜欢的人。林沐风，你的好总是这么不合时宜。我支持阿珏做任何选择，坏的好的，只要是他喜欢的。你也没有理智了。秦书意并不适合凌家，这并不像你。不，是我们都不像自己。你以前最恨父母独断，现在却活成了他们的样子。秦小姐，介意陪我走走吗？谢谢你，凌绝他舅舅走得很安详，这是我的职责。你比我想象的更好一些。其实我刚开始和林沐风一样，觉得你可能不是很适合凌家，但是后来我想，其实不重要，适合阿珏的才是最好的。我们已经分手了啊。即便如此，我可以作为一个母亲的身份，请你等会儿进墓穴帮我去陪阿珏待一会儿吗？以你的意愿为主。我跟林沐风都不是称职的父母，他舅舅曾经是他最好的人，他从小被严格要求，喜怒不形于色，但我觉得他可能有点难过。可以的。你们凭什么送走他？我送他出国治疗，再也不让他回来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就剩干一次什么？林沐风，我们不离婚了吧？
微远项目的事，我会让助理跟进。另外，我会让戚正明去戚氏集团上班。来，再拿一块。我们不是好的父母，阿珏几乎是靠自己长大的。我们只教会了他陷爱者万劫不复，却没有告诉他爱人可以有重来的勇气。我本来很担心你们会走我们的老路，但是是不一样的。戚女士，恕我抱歉，救赎是很重的2个字，恐怕我担不起。我觉得爱情在林觉生命中的比重也许没有您想象的多。倒是您作为母亲，若真想让他走入健康的亲密关系，不如以身作则，先教会他如何从一段不好的关系里脱身。秦小姐，跟你聊天很有趣，希望阿珏争气一点。我记得我说过，不要找他。让我离你远点儿，认清自己的身份，顺便关心了一下我的家庭。我会派人关注你父母，放心，不会有人能伤害他。秦书义，林沐风的话不必听，他管不到我。秦书义，你每次在送走逝者的时候都在想什么？想生死无常，想每个人的生命是不是早就被画好了测度，想将来有一天我或者我的亲人躺在那里会怎么样。然后我发现不能怎么样。对于死亡，活着的人只能接受、适应，最后遗忘。在记忆消散的那一秒，死去的人就真正的彻底的消失了。我之前一直觉得生命是无意义的，但是那天晚上他们通知我他快要走了，但最后他却又多撑了30多个小时。医生说是因为他想多陪陪在世的人。原来人对人的执念有那么大的力量。你舅舅应该很爱你们。也许他是我的父亲会更好。虽然你可能不需要，但是一点点的甜可能会让心情好点。秦书义，我好像有点理解，明明那么痛苦，他却坚持着的最后那30多个小时在想什么。陶望西呼声最高，施家大小姐也有可能，还有之前的小明星。男人啊，嘴上一套，行动又是一套。虽然当时我喝醉了，但第2天蒋玉洲也跟我说了林觉在停车场抱着你撒娇耍赖叫宝宝的事儿。这才多久，联姻对象都列到法国去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臭男人艳福还真不浅，新闻里个个都是大美女。看那些干什么？跟我们没关系。要是那谁真的和别人结婚，姐你会遗憾吗？不会，不是所有感情都要有结果的。我和赵锦瑜的订婚宴邀请函已经寄过去给秦书义了，不过你们现在关系到底怎么回事？之前听你说彻底分了，葬礼上又看着亲近，现在又报你要结婚的消息，我是真摸不透。林沐风放出的假消息罢了。那就行。怎么，复合了？这样也好，不然到时候把你们这对前任放一起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排座位好。不过你这新闻铺天盖地的，你家那位没闹吗？他很乖，不会闹。这是一段正常的情侣关系里该有的反应吗？不闹是相信他，还是不在乎？不会。真这么善解人意？这样下去，我是不是很快可以喝到你们的喜酒了？虽然我说可以和秦书义结婚，但本身对婚姻却没有什么期待。之所以改口，不过是因为秦书义好像想结。希婉婷能为了爱人多留30个小时，我为了她戒个烟也不算什么。助理，所有关于我私生活的新闻都删掉。另外，对外宣布，
铃木峰即将卸任凌氏财团所有职务。是，林总。刚清理完老一派，又直接剑指本人，这是要逼老林总全面退出啊！帮我选一份礼物送到秦书一那儿，让人把他喜欢那家珠宝店的图册拿来，我自己挑。应该很适合他，晚上就送过去吧，你亲自去。嘘，您不要！我跟他已经分手了，收这么贵的礼物不合适。不是您和爵爷不是复合了吗？什么时候又分的？没有吧，我们没复合。另外，林爵不是马上要有未婚妻了吗？或许你听错了对象也不一定。我把林爵和秦书师的位置挨到一起了。林爵亲口跟你说他和秦书师复合了？当然，这可是林爵第一次吃回头草。被拉黑了。会议改期。我项链他收了吗？为什么不把我加回来？觉得前任之间不联系比较好。我以为我们已经重新开始了。我接工作、拥抱、送糖，这些都是我的职业素养。我对我的工作负责，换个人我也会这么做。秦书义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老婆，你说奇不奇怪？之前在老家出现过的那辆豪车，今天又出现在我们家楼下了。巧合罢了。是的吧？不过，这周六真的还要让乖宝去相亲吗？我这不是想着现在这个时机是不是不太合适？他既然答应了，那就是没事的，只能说是天命。正确的人，无论在什么时间错过，最后都会修成正果。你决定了，我希望你不是赌气。联姻固然有它的道理，但喜欢和不喜欢还是差别很大的。秦小姐，你真的不再试试？他拒绝了，或许我们确实不适合。利益交换对我来说更简单。一次拒绝3次，他拒绝了我3次。咱姐今天不得迷死那个男医生啊！要是让别人知道，肯定要笑我妈宝女、爸宝女了。这有什么？你本来就是爸爸妈妈的宝贝。爸爸出去转一圈，等会儿要是要来接里还有，结束我住我们暗号，我会给你打电话的。书义，结婚不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任务，所以记得要做让自己开心的决定。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你好，借过一下。这边请。施小姐，幸会。能和爵爷坐在这里相亲，应该是我运气好才对。不如考虑一下我们施家下季度在城东新区的项目。我记得这份方案已经被拒绝了。今天这一份是我自己重新整理的，相信会让您满意的。秦小姐，
你好，秦书意。你好，我是池玉。抱歉我来晚了，这是给秦小姐的礼物。没有，是我提早到了而已。桔梗很漂亮，谢谢。很适合你。看来今天在这里相亲的不止我们。你能做世家的主，我不希望合作方在项目中途因为内斗而留下烂摊子。我能。半个月后，我二叔会退出董事会，世家只会有一个主人，那就是我。爵爷如果有兴致，我们聊聊另一桩生意，比如您需要什么样的林太太？省心，不要求多余的感情，情绪稳定，不回避，主动交流，忠贞，有责任心。为什么是一个孩子？因为我觉得端水是件很难的事，我享受到了父母全部的爱，所以希望我的孩子也能有。说起来，你有兄弟姐妹吗？没有亲生的兄弟姐妹，不过我父母资助了几个孩子，也算是弟弟妹妹吧。但是宠物倒是真的有，算是猫狗双全。要看看吗？感觉他俩还挺般配的啊。爵爷喜欢宠物吗？不喜欢，纯狗。下次我可以把它们带来见你，有猫有狗的日子，你可以提前体验一下。那很期待了。爵哥，你的手有没有烫伤膏？不用，给我一条湿毛巾就行。谁上下辈了？先生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爵爷，我送你去医院。不必。林爵，你受伤了，需要处理。跟你无关。你是因为救我受伤的，你确定不要我问，不要我管，让我不用在意？不好意思，我暂时还不能离开。他刚刚帮了我，我得确定他没事。没关系，不过我一个医生在这里，是不是也能帮上点忙？先生，你的伤需要专业人士及时处理。一点小伤，劳动不了骨科医生。疼吗？不疼。转过来。行了。施小姐，麻烦一下你的司机，你已经帮我处理过伤口，就算是抵消了。好，如果后续治疗有什么问题，可以让李特助联系我，能够帮忙的事我一定会做。没问题。送你回家。走吧。刚才在咖啡店遇到的是我前男友，有点猜到了。我和他刚分手不久，虽然已经整理好了，但是我暂时并没有马上进入一段新感情的想法。方便问一问，是因为还喜欢吗？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不算是没有感情，但更多的是不合适。我倒觉得我来的正好。舒意，我可以这样喊你吗？或许我们可以慢慢来。林总，各大品牌新一季的女性服饰还需要继续采购吗？以前秦小姐在都是直接送上门的，现在我有点拿不准。2人3餐，猫狗双全。不用了，以后都不用送了。还有青瓷路的公寓，派人清理掉里面的东西吧。
没有内伤，只是软组织挫伤，回去禀赋就行。宝宝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是秦小姐说您受伤了，让我过来看看，结果正好发现您在发烧。她还有说什么吗？没有了。需要我再给秦小姐打个电话吗？不用，今天谢了，这个月给你加奖金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喂，烧退了吗？好好吃药，遵从医嘱，多多休息，早点好起来，好吗？秦书义，为什么要关心我？因为你一直生病，我会很愧疚。你是我的谁？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愧疚去做不喜欢的事？因为你不会想让我愧疚，对吗？要是我就狠心了，你不努力做点什么吗？那我也没有办法了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喜欢他吗？现在还不喜欢，但是他人不错，也许会继续接触。秦书义，我生病了，你连骗我一下都做不到吗？可是你想听谎话吗？既然要断绝关系，那就不要心软。秦书义，别再关心我了。那你会吃药吗？会。那再见。你怎么了？铃木风也不至于这么难对付吧？秦小姐呢？她怎么没跟你一起来？他没跟我一起来。说好的两人已经复合了呢，他们今天专门设计的后半场情侣环节可怎么搞？谢慕辰他爹的还能再不靠谱一点吗？不是，1周前凌绝不还信誓旦旦的说新闻都是假消息，他们很好吗？兄弟，你又玩脱了啊！书意，这么巧你也来了。小易，这是行不成？秦书意，李琦，你抢人老婆了？哎呀，这不是看你太孤单了吗？你可别造我谣，只不过是发现我和秦小姐投缘，想交个朋友罢了。图片二哥，书意姐，你们怎么不讲话？我们分手了，乖。分手快乐，不是？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不合适罢了。秦小姐提的，当然是爵爷提的。是吗？我怎么记得是秦小姐拒绝的我呢？我们这毕竟是订婚嘛，游戏肯定是情侣主题啊，都怪谢慕辰那死狐狸，好好的把西郊那块地当聘礼给我又怎么样，非得跟我争，我俩都打赌了，今天几对情侣中的女方代表我，男方代表他，哪边积分多，另一方就老实放弃竞争，还得出一半的钱。我今天已经这么惨了，你肯定不忍受输吧？咱比赛也不是白比，我今天拿了我成立的新公司10的股份当彩头，赢了的参赛者可以平分。哇，锦玉姐你这么大方的？大方个鬼！赵锦瑜才是真狡猾。
以小博大，利益捆绑。今天是情侣对抗赛，虽然男女是竞争对手，可既然都是情侣了，哪边赢又有什么区别？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获得股份，都相当于将他们的对象也变成了自己人。能被邀请来订婚宴，又被情侣选中的情侣，有几个是没实力的？只不过，你确定林觉愿意？你有病！我和秦书意分手了，分手2个字，书意是耳聋听不懂。赵锦瑜非要拉着秦书意玩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他不去，那你去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我和秦书意，我是有女朋友的人，先拒了哈。行，你们不愿意就不愿意吧，还是别人秦书意讲义气。为了帮赵锦瑜，都已经说好参加了。赵锦瑜说你们爱来不来，他自己帮秦书意找。你们是订婚宴还是相亲宴？给人配对是你们俩公婆的爱好吗？秦小姐愿意和我搭档，我当然。她和我一起。那什么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好像昨晚做梦有网恋对象来着，我退出。不要多想，主旨3想要西郊的地，他太残忍了，我才答应帮他。与其找陌生人，不如我们组队。第一个游戏，心跳加速，每对情侣手腕上都绑了个心率测速器，3分钟之内还有额外奖励哦。拿分方式多，不限制各手段。姐妹们，我西郊的地就靠你们了。胜负未定，我觉得我们男方也不是不可以努力。都打起精神，我们要开始了哈！可别因为对面是自己男朋友女朋友就放水啊，回头赵大小姐和谢少姐要撕了你们。好了，游戏开始。丢脸，人设崩得彻底。这输的也太过分了，跟送菜有什么区别？怕了。你睡了？第一局，赵启银方胜，队伍里出了个叛徒，溃不成军啊！只是正常的生理反应而已。装货。第二局游戏很快开始，大屏幕上显示着 Yes or No 的游戏规则，情侣双方同时举牌，答案一致各加1分，答案不同答 No 的加2分。后悔过吗？答案毋庸置疑。或许从说完那句分手开始，我就没有1分1秒不想将时光倒回。秦书意是只会向前走的人，我所有不甘被玩弄、不甘在爱情里服输的挣扎，通通化为巴掌狠狠扇向自己。我不承认，我不是不想挽回，我只是无能为力。两人停在这个时候，没有因为现实问题相看两厌，也没有把过往的美好变得面目可憎，是很好的收水。林觉哥肯定会回 no 的吧？那可是林觉，从小到大都是他们同龄人仰望的存在。他们还在马卡巴卡过防毛的时候，他已经穿着西装出入各种老家伙们才有的资格上桌的场合，与国内外各界大佬交锋，他会有后悔这种情绪吗？那谁知道呢？爱有时候就是会让人变得不像自己啊。他眼神清明，是真的坦荡无愧。我可以撒谎，甚至不会有人觉得他撒谎，但他呢？他会怎么想？你什么时候去找过我 ？S 市那次，反正你都拒绝了，不是吗？分手之后，我就把他的东西清理出来，处理完以善款的方式，舍了他的名捐出去了。我是真的没有他的东西了。我说没有，被我放在床上的乌龟抱枕，除了青城路公寓，其他所有居所仍然没动过的他的衣物、生活用品也不能搭。第3道问题，我和他分手后见过，但都是偶遇或者有事，有偷偷摸摸的必要吗？不止偷偷看了，还是跨越了几百公里，连夜开车去的，在人家门下守了1夜，第2天就装作来分公司视察，黯然神伤的工作去了。我看他好像很喜欢你，可是我们不合适，他本人和他的家庭都跟我们家差距太大了，我没有喜欢到有勇气为他抵抗万难。而且，若是按我们最初的相处模式，分手依然是必然的结局。你会怪爸爸妈妈没有给你更好的环境吗？
妈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超级为你们骄傲的。我从小活得衣食无忧，现在在帝都还有车有房，已经超过绝大多数人了，好吗？而且你们给我的是更珍贵的东西。钱呢，是我们家没有林觉多，可要论起家庭的优秀温暖，是他配不上我，好吗？我的爸爸妈妈比他的爸爸好10000倍。是，所以我们家舒逸也配得上任何人。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事情，也没有故意去伤害谁，所以也不必背上心理负担。不过，你今天不是和小池医生出去的吗？怎么会自己回来？哦，他医院临时有事情被叫走了。池医生是个很温柔的人。舒逸，你记住，喜欢不代表合适，但同样的，合适也不能代替喜欢，那就都不要。你值得拥有既喜欢又合适的那个。况且，喜欢的可以改造为合适的，合适的也可以慢慢产生喜欢。真要是一条路都走不通，那就代表此路不通。你就是不结婚又怎么样呢？妈，我好爱你啊！齐书义，你又偷亲我老婆了？哼，就亲就亲，今晚我要跟妈妈睡。是吗？那今晚的夜宵，某人就吃不到了。爸爸，行了行了，少了谁的也少不了我们家乖宝的。你爸逗你呢。爱你，我家爸爸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。夫人睡了吗？蛋糕放冰箱吧，不要跟他说是我买的。没有把那个女孩追回来，你自轻自傲的，这是别人不屑一顾的。你是凌家和戚家的掌权人，你不应该输给任何人。不会有输赢了，我已经出局了。欢迎光临，好久不见，秦小姐。你们认识？我以前常来这里。看来今天的惊喜不能算是惊喜了。今天老板说是个重要的好日子，所以所有男女同行进店消费的客人都有礼物赠送，可以选择一个蛋糕盲盒，或者是直接要一个慕斯蛋糕。秦小姐，你们想要哪个？我们一起说。要一个盲盒吧，我很少点盲盒，因为太具有不确定性。我倒是觉得未知的往往藏着惊喜，就算是不喜欢的，也可以当做尝试新口味。不试试就永远不会知道。全部试一试，总能开到你喜欢的。要是有那款提拉米苏，今晚我就回家做饭，好吗？秦书义和林先生难道分手了？算了，我今天运气很差，肯定抽不到喜欢的。盲盒本身不就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，而且不是还有我吗？等着。你买这么多干嘛？这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提拉米苏哦。高兴了？没出息，就给你买个小蛋糕都这么开心。不是因为蛋糕开心哦，是因为你愿意花心思哄我开心，我才开心呀。也不是很用心。行了，回家给最会撒娇的乖宝宝做饭去。先生，下次再来，这家店可能就不在了，不善经营，准备回老家了。我抽中过的有很多，但盲盒的魅力就在于每一次都不可预知。既然你第一次尝试，今天就由你来开。今天好像还不错，每一次和你在一起，我的运气好像都很好，还会遇到很多新鲜事。所以作为感谢，我也有礼物要给你。是凯特琳·道格的讲座，是我通过朋友拿到的。说来也很巧，凯特琳·道森之前从来没有来国内开过讲座，这一次像是临时决定，我朋友也是占了个手快的便宜。那就谢谢小池医生和小池医生的大善人朋友啦。那到时候就请秦小姐赏光。好久不见。
我去，凯撒你劲儿太大了。秦书叶，让你牵个狗你都干不好，你说你能有什么用？你记住了，你这次是来给大家当奴隶的，不是来享福的。秦小姐，幸会。书叶，既然我们两边这么巧遇到了，那大家要一起玩吗？不必了，我们家里还有安排，就不跟你们一起了。别人的家庭聚会，我们就不要打扰。林觉，陌生人。哇，林觉哥，你刚才动作好快啊，我还以为你飞过去的。大姨大姨夫，你俩配合也太默契了，刚刚好帅啊！那当然了，区区鸡汤，小菜一碟。人一生能遇到多少个为你奋不顾身的人呢？他真的很好，可是不合适就是不合适。他爱极限运动，恋爱时是魅力，做伴侣却让人惜劝忧。对未来的，我要的是安稳、唯一、长久。他给不了我信心，我更看重自己的快乐，超过对他的喜欢。好想用条红线把他们牵在一起啊！那我就拿把剪刀剪。为什么？林觉哥和舒一姐不配吗？那你说说为什么不配？他桃花债太多了呀，我大姨和大姨夫肯定不能接受。桃花债？你还别说，阿珏有什么桃花来着？我怎么觉得他跟谁都不密切？没有，他那些桃花都是当摆设的花瓶。那之前跟陶家联姻的事儿也没考虑过吗？要不要打赌？什么？猜他们会不会复合？不赌。我来，我赌会。我又觉得会，又觉得不会。你们在干嘛？姐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准备？等会儿吧。我妈和小姨说要去采摘，我爸和小姨夫约了钓鱼。等他们待会儿散步回来，出发了我们再开始。我有工作。阿珏，阿珏，我回来啦，惊喜吗？好，我下次再来找你玩，拜拜。秦书意就这么想逃？放手！昨晚你说了些些，我们已经分手，不作数。我没说不用谢，你耍赖，那我就自己取。就一个巴掌。不要让我讨厌你！别担心，这一次回去只是花时间做一下交接和培养工作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到时候爸爸妈妈就在家陪着我们宝贝。爸爸，注意安全，一定要平安回来。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舒意的。小池医生的父母和我们都认识，你们自己相处，谈得来谈不来都没关系，所以你也不要有压力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要勇敢，但不要受伤。记得，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。妈妈，好啦，真的要走了，我们长大啦，别哭鼻子哦。姐姐，
姐，你在哭吗？姐姐你好漂亮，礼物送给姐姐，要开心哦。谢谢你们。老师，我说过，不用来接机的。若是不知道就算了，知道了，我肯定要来的。您那篇论文我后来读了，很受启发。哦，是吗？是啊，我还跟我导师讨论过呢。2号，今天电吧，早点回忆。你是大我5岁，但不是真是我爸。本来就生了病，又坐飞机长途奔波，我爸回家后很快就昏昏欲睡了。江教授的病，他说落叶归根，所以我带他回来度过最后的时光。你来看他，他很高兴。你没有其他问题想问我吗？有个人告诉我，往事已成定局，再多懊悔都于事无补，坦然面对结局，认真规划接下来的路途就好。那很好，希望你能得偿所愿。你也是。当然，不过我现在更喜欢别人追我。诗月，再见。再见。旁边的位置还空着。这个给你，真的可以吗？谢谢你，我们快进去吧。是他，终于又见到你。他还不知道，这次我不会再放手。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写下来吧。平静接受，认真离场，这样就很好。接下来，我们随机抽取几位的答案进行分享。我们再抽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纸条有点特殊，有一位小姐好像在她的生命中占了很大比分。她的回答是：离开秦书义，和秦书义在一起，未亡人秦书义。我怎么不知道我们公司有谁偷偷爱慕书义爱得这么脑残，连未亡人都给人安排上了？怎么着，梦里已经结了800遍婚了吧？老板又毒舌了。兄弟，你就是那个唯爱秦书义吧？感谢刚才这位听众的分享，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。我人生的锚点全在秦书义，感受过鲜活的世界，没有人还能再忍受孤独。从前是我千错万错，断骨重来我也认，但是秦书义别爱上别人。接下来，我们邀请一位听众上来参与我们的死亡体验环节。今天谢谢你，我开始有点理解你了。有时候因为工作而舍弃一部分生活，确实是医生的无可奈何。这不是你的错，从前也不是。我确实有很多做的不好，忙是真，不够体贴你情感的出口也是真。你今天是和秦小姐有约会吗？我听见你请假了，你说是不是很不公平？明明你是从我这里学会了怎么放下工作去爱人，最后享受着这份好的人却不是我。可能人跟人之间，确实相遇的时机很重要。
书意，你这一生活得热烈而清醒。浓烈惊险的已经因为不合适而结束，那么宁静温和的，会润物细生的逐渐成为生命里日渐深刻的那一笔，占据所有的存在感吗？或许是时候思考下一步了。毕竟人生必须永不停歇的向前。你那位约会对象怎么回事？临时爽约？他有一位长辈突发疾病，他过去帮忙照顾了，是他的老师。这师兄师妹的，又有个生病的长辈在，很容易藕断丝连啊！你就不追踪下进度，万一人家旧情复燃怎么办？真要是那样，我也只能尊重祝福了。我们是在接触的相亲对象，又不是男女朋友，任何一方都有说停止的权利。而且他说他已经向前看了，我相信他。啊，那你好歹表示下不满呀！就算是老师，难道其他人不能去照顾吗？怎么就他积极？那位老师对他意义不同，而且确实是事发突然，以他的为人，不可能坐视不理。我要你这种心态，也不至于跟我老公每天吵800回家。那也没拦着你们吵完再亲800回嘴。你好，你好。我同事说我刚来，带我出来走走，认识下医院其他人。我不知道持续也在。你是医生，医院的活动本来就是为你们准备的呀。说来我才是被捎带的外人。池宇去买喝的了，那家店搬迁过，离这边隔了一条街，不过他应该也快回来了。怎么样，美女是不是长得漂亮，说话也超好听？池医生可太幸福了。尝尝，这一家很多小朋友喜欢。我是小朋友口味吗？你没吃早餐，等会儿爬山费体力，要不要去那边吃一点垫垫？好，小池医生过于贴心了。那能加分吗？给你加100分，不怕你骄傲。但满分应该不是100%制。先把你喜欢吃、想吃的拿出来，剩下的给他们去分。这里的东西你们拿去分一分吧。可以啊，你天降救兵啊！谢了谢了。你们谁还没吃早餐的，过来拿。池医生请客。哎，我没有，我来蹭点。我也饿，谢谢池医生。你不是也没吃吗？去吃点吧。算了，我去帮你拿。快吃快吃，那群男的跟牲口一样，胃口可大了，我好不容易抢到的。你也吃吧，不是说早上只喝了点白粥没吃饱。小鱼你怎么这么好？以后科室的人熟了之后肯定都超爱你。不是我好，是你拿的，而且是池医生买的。池医生，你坐这儿。池医生，你可抢手了。池医生，你坐这儿。别搭理他们，没那么夸张。真的吗？那个追求你的病人一周没有骨折7、8次，身边的朋友顺便也都大大小小毛病来了一招。小池医生很有魅力哦。坐后面不晕车？不晕，我是车子开山道也能玩手机的人，而且我更喜欢后座。这么厉害，看来我的晕车贴和橘子都派不上用场了。有用的呀，比如可以让我解馋。池医生，既然秦小姐用不到，晕车贴能便宜便宜我不？如果不舒服，可以和前面的人换换座位。也可以试试橘子，橘子皮放在鼻子边闻闻也会好一些。我帮你背着吧。没事儿，我可以。真的不用？你看，好好的。要是累了就跟我说。你帮他看看吧。没关系的。只是同事间的帮忙，不必拒绝。你转移一些暂时不用的东西到我包里吧，然后你扶着江听雨走，走得慢一些。树叶，抱歉，是我拖累了进度。嗨，这有什么？爬山摔跤什么的，再正常不过了。对呀，而且出来玩不就是要放松身心吗？我们快一点慢一点都没差。不是，凌雪，你有病吧？你可以回去。你又不去见他，眼巴巴跟来做什么？他们要在外面过夜。
我们快到了，终于到了，我真的太高估我自己了。那下次还爬吗？爬！那是羊肉串儿，是给书毅拿的，他想吃。哦，你改变了很多，人都会变的，你也是一样。腿好点了吗？没事儿，就只是当时摔疼了一会儿，早好了。我选好了，那我就先离开了。哎，好了，来了吧。你不是炸厨房选手吗？炒菜是炒菜，烧烤是烧烤，这俩不是一个体系，不能混为一谈。既然这样，为了我们的食材安全考虑，你还是乖乖当个嘴甜会夸夸的食客吧，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。不如还是让我效劳，我来帮你吧。那就一起。你一个人一直干活，我不安心，而且我觉得自己烤的比较香。那交换着尝尝。来呀。嘿，那俩人像不像新婚夫妻？不过我看书毅可不好追，实习生还得加油。书毅好像真的很会做，他怎么这么厉害？好吃。哇！秦氏烧烤店暂停营业，要吃的来我这儿。你们烤的东西太香了，我想来跟你们换点儿。这也太多了。不多不多，就顺手的事儿。你们不知道啊，我家有个患了厌食症的傻孩子，他吃什么都不香，还就今天馋着一口，我这不说什么都得给他换到。哎，别，你别累到了，我就随便拿一些你们已经做好的就行了。我叫什么意思？少做点吃啊！今天阿姨开心，这一碗单独请你喝。有些女人就算和别的男人约会，能得到爱心满满的金华浓汤，而有些兄弟陪着某些人爬山涉水、点灶烧锅，就连个鸡翅膀都不配吃。哎，人生呐，世界呐，义气呐，像是刚刚扫荡全桌的不是你们。再逼逼叔，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尝到某人烧烤之外的手艺。你别说，凌绝这家伙做人是真狗，厨艺是真不赖。谁能想到1年前，这位还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少爷。秦书毅这调笑人的能力，谁能不拜服？早知道凌绝恋爱期间一直在给人当私厨，当时他说玩玩的时候，我们就该一杯酒泼他脸上，给他醒醒神。这叫玩玩？对自己当狗的定位不清晰到这种程度，活该他被虐。秦书毅这串味道有点熟啊，跟你做的有点像，难怪那么受欢迎，带来的女朋友又漂亮又能干。那位搞骨科的医生心里得意死了吧？闭嘴吧你们，没事多吃2口米。他们不是男女朋友，注意你的措辞。现在不是，以后谁说的准？我看人家进展挺好，我订婚宴还请过他，说不定到时候他结婚也能不计较我和你这个前友的关系，给我递个帖子呢。这喜酒我看也不远了。想喝他和别人的喜酒，你等下辈子吧。这汤的味道怎么和凌绝做的一模一样？不可能，他怎么会给这么多人做饭？我今天什么事儿都没做，过来帮帮你。我找池旭请过复合，他拒绝了。很抱歉，明明知道你们在接触，我还是开了口。其实我今天撒谎了，我知道池玉会来，也知道他会带你过来。我想看看他喜欢的人是什么样子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他已经往前走了，是我该放手了。对不起，我好像给你带来了很多烦恼。没有哦，看起来好像是你烦恼比较多。我没有不开心，更没有因为你而不开心。你没有必要给自己归咎罪责。我曾经想插入你们，还打扰了你们的约会，你不觉得我很坏？你们谈了2年，分开1年，暂时走不出来，这没有什么。世上有这么多人，有人在感情里洒脱快意，自然也有人留恋怀旧。不可能每个人在告别的时候都能做得很好的，有些难看，有些狼狈都没有关系。我们要允许自己偶尔卑劣啊，会有些烦人，会有些讨人厌，会有些隐秘的瑕疵，但我们本来就是不完美的凡人。接受自己，才能活得轻松一些。接受自己吗？对啊，我们不可能受到每一个人喜欢，不可能做的每一件事都无可挑剔，
可我们有其他优点，不是吗？你看，你觉得你在感情里退出的姿态不太好看，连带着自我艳羡。但是跳脱出爱情，你年轻漂亮，工作优秀，你已经超过了很多同龄人。和你才认识不久的可可，不就很喜欢你吗？谢谢你，本来是来道歉的，反而要让你开导我。没关系，反正有个人说我总有很多大道理，但确实很有信服力。但是能够毫不在意的应对我的存在，也是因为你并没有那么喜欢持续吧。我就说你很聪明的，你看，这就是我的卑劣，你可以去提醒他，他未必没有感觉，但是他愿意继续和你试下去，就代表他自己想要这个机会。你们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外人没有过问的立场。我们再找一点木柴就回去吧，等会儿他们该出来找人了。这里有好多，估计是别人之前收集了没带走的。真的不需要我等你吗？天黑了，你一个人太危险了。没事，你自己也小心，慢点走。秦书意，站住！你跑什么？你上次不是叫我不要出现在你面前？鸡汤是你做的，树枝也是你捡的。你认出来了？走远点儿。我不是没做什么吗？连你们要在外面过夜我都没多说一句。你以什么身份说？别再做多余的事了。我乐意，我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你要尊重我自己的意愿。而且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不会做什么过分的事。那你在农家乐做了什么？我犯了错你就记仇？那至于前女友闹到你面前了，你怎么不说她？要是当时我前女友跟我藕断丝连，你会怎么做？抽你！你有病！为什么只打我不打别人？秦书意，你只对我坏。总之，你离我远点。明明知道问题在哪里了，为什么不能给我个证明自己的机会？你要玩的时候我就得陪你玩，你腻了之后就随口分手。现在难道又要因为你表现出3分悔意，我就得欢欢喜喜的在众人拍手称好的欢呼声里和你甜甜蜜的和好，再玩一场结婚游戏吗？林觉，你凭什么这么幸运？所以我愿意等，我乐意。我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你要尊重我自己的意愿。而且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不会做什么过分的事。等你消气，等你去看过新的风景。但要是最后你还是觉得你最喜欢我，那就给我一个重新追求你的机会，我们从零开始。以前也不是没有人同时追你，我和池秋跟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你只需要选一个最合你心意的就好。至少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干活，也不会让别的女人有机会烦你。秦书意，选我很划算的。还说只是要个入场的机会，现在就已经跳到选择你还是别人的问题了。你贪不贪心？反正我能做的比他们更好。不准跟过来！我不过去，就送你一段路。没必要，这里很近。到了。有东西。秦书意，别对别人太好了，把你凶我的劲儿拿出来。明明是你受了委屈，凭什么忍他们？知道了。不要自己不安，扎手，你喊一声，让那个医生过来帮你，照顾好自己。是他的私密室，你一个男人过去多少不方便。抱歉，我应该跟你一起去的。没事，你不是在搭帐篷吗？帐篷好了没有？好了。我好像没有处理好我的事情，不会有下次了。今天我好像一直听到这句话。既然出来玩，我们就不要想那么多，专心体验。哎，书记，来，这个给你。书叶，这个给你，谢谢。书叶，啊，走，咱俩坐这边啊。
选一个人对视1分钟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唱首歌吧。我无法传达我自己，从何说起？要如何翻译我爱你？我看着你哭哭哭哭到失控，可我却紧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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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敢放松。这里有一处看日出的地方，明早我们一起去吗？这几天温差可大，想到你们带的保暖的东西不够，就给你们送点儿。放心，免费的。谢谢你的烤串啊，孩子吃得很高兴。这是专门给你的。你睡农庄那边不就行了，也不算很远，干嘛自己给自己找罪受？人家是有丰富爬山经验的人，还有一群同伴一起。没遇到你之前，他又不是没外宿过，你在担心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什么都没做？出发。走这一路还算值得吗？是很好的经历，可惜的是总是有到顶的时候。你已经猜到我要说什么了。我只是发现了，喜欢好像真的没办法培养，我们更像朋友，始终缺了一点心动的感觉，所以只能走到这里。现在下山去营地有2条路，如果选到同一条，那么就再给我一次单独约会的机会，就我们2个人，可以吗？抱歉，但我好像不是会被多一次约会动摇的人。那么，就陪我好好的把这场日出看完。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秦书意，我们和好吧。好。哪有那么多命运安排，机缘巧合？骨科医生的前女友是你找回来的吧？卑鄙呀！那又怎样？你就不怕被秦书意揪出来？他不会发现的，就算他发现了，也就最多捶我一顿。特别好，你俩真是形影不离啊，跟屁虫。再笑，别说林觉心情煞祸，新年红包可就没了不对付外人，对付你老公。因为你是我老公啊。所以你对我坏是因为喜欢我。